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好多网友留言告诉我，炒空心菜的时候怎么样炒菜不会发黄，而且炒出来又清脆，颜色也非常的翠绿。今天我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也能吃到大饭店的味道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空心菜、干辣椒、大蒜。其实大家是否知道空心菜是有分两种的，一种是陆地空心菜，另一种是水空心菜。我现在用的是陆地空心菜。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购买陆地空心菜比较多，陆地空心菜在许多地区都是常见的蔬菜之一，人们对其种植、烹饪和食用方法较为熟悉，以极其丰富的口感和营养成分，陆地空心菜成为了人们日常饮食中的常见选择，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和青睐。为何我不用水空心菜？由于种植方式在水中，水质不清洁或存在污染，可会对水空心菜的品质和安全性造成影响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两种的不同。看图片吧，这是陆地空心菜，是传统的土壤种植方式，通过土壤中的养分吸收养分。这就是水空心菜在水中生长的，通过水中的营养液所需的养分。大家都懂了吗？这两者不同。首先，我们要把空心菜的叶子给它摘下来，不要因为这些叶子发黄不好吃，所以摘掉，然后把空心菜放到大盆里面。我们要把空心菜给它浸泡一下，浸泡前我们要加入1勺小苏打，加入清水，水要没过空心菜，只要全浸泡到，这是翠绿的关键。而空心菜一定要给它浸泡10分钟左右，因为盐水浸泡过的空心菜不容易发黄，炒出来颜色非常的翠绿，看起来都非常的新鲜。浸泡10分钟左右，接下来我们要拍点大蒜，我们用刀把大蒜一颗一颗的全部给它拍碎，这样蒜香味更加的浓郁。拍碎以后，我们把它剁成蒜末就可以了，可以更好的释放大蒜的香味和味道，使其更容易混合到菜肴中去。记得在切剁大蒜时小心保护手指哦。蒜末全部剁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，再准备几个干辣椒放到大碗里面，然后准备一把剪刀，把干辣椒剪成小段，喜欢吃辣的就多放一些，如果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放。我个人觉得放点干辣椒炒出来比较好吃一点，所以我们用剪刀把干辣椒给它剪成小段就可以了。干辣椒全部剪好以后先放一边，接下来调个料汁，1小勺生抽，再加入一点陈醋，少量的食用盐，再加入一点鸡精，加入半勺玉米淀粉，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，料汁像我这样搅拌均匀以后先放一边，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做调整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空心菜也浸泡好了，因为里面加了小苏打浸泡过，所以空心菜也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。而这样浸泡过的空心菜的颜色非常的翠绿，也可以让保持一定的新鲜度。浸泡过通常会比较嫩，所以我们下手要把空心菜全部给它清洗一下。空心菜我们至少要清洗个2到3遍左右。第一遍清洗好以后，把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，然后我们把空心菜再一次给它清洗一下，将这些杂质彻底清除。清洗可以去除食材表面的涩味。我们要把空心菜清洗个2到3遍左右，清洗干净以后控水捞出来放到案板上。其实一根空心菜它会分个5节，我们要在空心菜第3节的部分，然后用手把它折掉变成小段，因为这样做空心菜等会好处理，也不会手忙脚乱，这样空心菜炒出来就比较清脆了。一定要把空心菜的杆和叶子给它分开，这样炒出来的时候就比较清脆。所以像我这样全部给它处理好以后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把空心菜的杆和叶子给它分开就可以了，是为了等下好处理。接下来把锅中的水烧开，加入一点食用油，然后把空心菜的梗放到锅里，给它先焯水，因为它比较不容易熟，所以我们焯水1分钟左右，焯水1分钟足够了。如果焯水太久的话也不好吃，不清脆了，所以我们给它焯水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1分钟过后，把叶子也给它加进来，叶子焯水的时间不能过长，大概是20秒左右就可以了，因为空心菜的叶子是比较容易熟的。
焯水过长的话容易发黄。1分钟过后，我们把空心菜全部给它捞出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起锅加入1块猪油，如果家里没有猪油的，也可以用肥肉代替。把猪油炒至融化，然后我们把姜、蒜末、辣椒全部放入锅中，给它翻炒一下，快速的给它翻炒，炒出蒜香味和辣味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然后再把空心菜全部给它加进来。炒空心菜的时候一定要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。如果是开小火炒的话，不容易熟，而且炒出来也不清脆。所以我们开大火，快速的给它翻炒，翻炒均匀，这样炒出来的空心菜颜色非常的好看。大概翻炒均匀以后，我们再把调好的料汁一起加入进来，然后我们再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。翻炒均匀，这样炒出来的空心菜非常的清脆又好吃。翻炒均匀以后，将它盛出来倒入碗中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清脆爽口又好吃的炒空心菜，我们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空心菜清清脆脆，非常的好吃，不管是用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的，就算是来招待客人都非常的有面子。而且这样炒出来的空心菜一点都不出水，也不发黄，做出来的颜色非常的翠绿。其实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